中华幼儿园突然跑路了，在跑路的前一天，还在命令老师们收学员的小朋友的学费，教家长交学费。我来具体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幼儿园吧。这个幼儿园呢，佛院也是开了好几年了，之前呢也是蛮正规，可是就在昨天，突然老师们开始爆出来说不给他们交社保、发工资，家长们这才知道学校没法正常的开学了。这边的学费呢，也都是上学期交完下一年的学费，也就是说在2003年7月8号交学费，所以呢他们交了很多的学费。老师也都走了，也找不到校长了，一年的学费1万多，这晚上突然是通知来结合了，你想这咋弄的呢？已经倒闭了，等上课的不上课了，所有家长都在绝覆盖，病还没回家。你知道吗？近10天，武汉市的幼儿园一下子关掉了近100家哟。这么夸张？对，真的很夸张。你们想啊，3年前其实就已经在预告大家，孩子已经在减少了，那意味着幼儿园就一定会跟着减少啊，那就告诉我们就要提前做好准备。可是还是有很多幼儿园的园长他并不以意为意啊，所以呢，就当前发现他自己招不到生的时候，他就自然而然就会着急呀。着急的结果就是什么？算了，不开了。幼儿园的倒闭潮呢，它只是一个刚开始，往后10年是小学、中学再到大学连锁倒闭，更是农村、县城再到3、4线城市的人商业配套齐全。感兴广东东莞一民办学校收取学生午休费用引发了关注。网传的截图当中显示，一位老师发信息：各位家长好，学生的午休方式有3种。趴睡每生每学期200元，教室午休垫躺平每生每期360元，午休室床位每生每学期680元。这位老师称是自愿选择，但是群里默认的群收款码是360元的档位。我上学的时候呢，也经常趴在桌子上睡午觉，从来没有听说过睡觉也要收费。虽说是自愿，学生不交费还怎么午睡呢？站着睡吗？孩子想要好好的睡个午觉，还要被分成3、6、9等，以后上学是不是还得进一步细分收费项目？蹲着上厕所每学期100元，坐着上厕所每学期200元，课桌费、椅子费、学生呼吸还能收。关于电视这个乱收费的投诉啊，非常之高啊。央视就是不好意思在他315晚会上说这个电视乱收费的问题。看一个任何一个儿童节目，自己了是不是啊？不好看的才在公共平台上播放，你这有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？还有吃相非常难看，特别是这个爱奇艺吃相特别难看。他以前呢，你交年费呢，你用手机直接可以用高清投屏到电视上。第2年它涨价了，你再用这个年华去投屏的时候呢，只能投480 dpi 的，根本看不成。你要想看高清的，你需要再加高清的价格。所以当时的上海消费委啊，这个得到消费者的投诉之后，就马上对爱奇艺进行了谴责。因为全国的电视机可以上视频的牌照啊，只有7到10张左右，也就是说这个牌照是有垄断性的。有牌照的单位呢，就把这些牌照呢租赁给了像爱奇艺呀、腾讯呀、什么芒果 TV 啊等等啊，他就利用这个来疯狂的各种收费。虽然说现在9年义务教育不收学费了，但是伙食费呀、牛奶费呀、课后服务班，还有班费、各种学习资料费、平板电脑费，还有各种课外书费都要收。这些乱七八糟的费用加起来，可能比学费还要贵。那么到底哪些费用应该收，哪些费用必须要禁止来收呢？希望能够细化学校收费的项目，规范学校乱收费的现象。或许呢，这些杂七杂八的费用呢，对于富裕起来的家庭来说没有什么影响，但是对于一般的农村和普通的家庭来说，那就是一笔不小的。可能我们这个服务可能暂时可能。我可以跟他通话多久呀？据我了解的，应该是20分钟。是多少钱？你这个具体的到时候再说。救援犬乱收费啊！车进来收10块钱，然后一家3口人进来还要收30块钱。我们也没在这做饭，就买的点熟食在这做一会儿就收30块钱，难道就没人？